沈少白，回下山去！找不到泉水灵根的女子，就别回来见我。饿死小爷了，酒楼扛包，包吃就行。姑爷，您醒啦！我叫玲珑，今天是您与我家大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您家里人送您来入赘，已经拿了10两银子走了。10两？谁把我卖了？钱呢？不对，我哪来的家里人？不管了，先跑再说。姑爷，我们谢家可是上等人家，您入赘了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有什么不好？吃喝管够，包穿包住，出门马车，回家丫鬟，每个月还有10两月例零花钱呢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的啊，走着。夫人，姑爷既然已经到了，可以拜堂了。玲珑，快去请小姐。是，奴婢这就把小姐端出来。端出来？人呢？怎么端出来张画？王德发！公子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不是尸体，他还有气儿。8天前小女暴毙，我倾尽家产买下这冰玉棺，发丧当日棺子绳索寸断，开棺才发现她还有一丝心跳，却怎么也醒不过来。带公子来的人说，公子与小女天作姻缘，能给小女冲喜。姑爷贵姓？我姓沈，叫沈少白，名字都不知道就天作姻缘是吧？再说，我也不能跟个植物人拜堂啊。植物人？我们昆仑山管这类没意识的活死人都叫植物人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动。哼，可不就跟植物一样？入赘谢家可是你的福分，你倒嫌弃上了。鬼啊！好狗不挡道。是你？是你？你是谢云清？姑爷，您在跟谁说话？那你灵虚止绝，避封内关，制势交臂，破门难张。封！挺厉害嘛，居然能碰到我，就还挺痒的。早知道当年上课的时候不摸鱼睡觉了，这要传出去，我这个昆仑派弟子的脸都要丢尽了。说起来我也很委屈啊，前儿个挡路的好狗，今儿怎么倒成我的姑爷了？谁是狗？明明是你突然踹人。还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没死吗？怎么不回自己身体里？沈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太紧张，看花了眼？快些定定心。拜堂吉时快过了。完了，这新姑爷是真被吓傻了。谁看花眼了？他刚才就在他自己冰玉棺上坐着呢，穿红嫁衣，还啃你家贡果。难道青儿真的在这里？不许告诉我妈我在这儿。谢夫人，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，定。什么邪魔外道？你赶紧给本姑娘扯下去！过来。妥了，走了走了，跟我回昆仑山领赏去。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娘还在这儿呢。沈公子，我女儿她难道真的？姓沈的，你要是敢告诉我娘我在这儿，你个动都不能动的，还敢跟我呲牙呢？谢夫人，别来无恙啊！这大喜的日子怎么不叫我？怎么着，把我这正经定亲的抛在脑后不认了？赵公子，你跟慧清的亲事在玉清病重时，你便亲自退了，现下何来正经定亲一说？退婚？退婚得退钱。当年你们谢家给的2间铺子当彩礼，如今怎么也值800两了。我可怜你个老寡妇，抹了300两，就今天把欠我们赵家的500两还了。胡说！那2间老铺子早就拆了，哪里值什么800、500？赵公子，当年的铺子早就不在了，退婚时我们也折算成银子还了一部分，怎么现在又来要500两？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还以为你们谢家的酒铺是金字招牌。
你们谢家那口赖以为生的井水都干了，新酒怎么酿？我看你们就是想赖账。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就把这谢府宅子抵给我。没钱也行，他现在没死透，那就还是我赵家的媳妇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抬回去。是。赵天佑，你个王八蛋，离我娘远点儿，不准碰我！欺负一个妇道身家，算什么本事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，也敢管老子的闲事？我是你爷爷，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多大点事儿，爷爷有办法解决。哈哈哈哈！谢家是有钱，但所有钱都被这老寡妇换了装她女儿的这口冰玉棺。现在整个谢家都拿不出500两，你个被卖到谢家冲洗冥婚的，能拿得出来？你怎么会被卖掉？是不是只要谢家的井里出水，谢家就能酿酒，这事儿就能过去？是，这次也是有高人指点，若是拜堂冲洗成功，不仅运清有救，井里也会出水，我这才请来沈公子。行，只要井里有水就行吧，是吧？这事儿我管了。哈哈哈哈！你凭什么管？这是谢家和赵家的事儿，你谁呀？你想管就管啊？我谁？我谢运清的赘婿。来，现在就拜堂，赶紧的。高人说了，拜了堂结了婚，我媳妇儿就能醒过来，井里还能出水。来，拜！你说你拜堂，井里就会出水啊？对，没错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拜，我倒要看看你拜完堂这井水能不能冒出来。哎，要是不出水怎么办？不出水，谢家祖宅就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对，我说的。若是今天出水了，你走；不出水，祖宅给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沈公子，沈少白，你疯了！好，那咱们就等着看。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我今天就拆了你这谢府。我去，我刚才说了啥？我吹牛的，我就是想跟他刚一下的。姑爷，冲洗这事儿本就是死马当活马医，你怎能赌上谢家祖宅？这要是……娘，您既然认了我这个姑爷，就信我一次。我既是姻缘天选之人，定然能让井水出水，保住谢家。姓沈的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就弄死你！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坎为水，人为的，有人故意堵住了水脉，就在这堵墙对面。喂，还在等什么？怎么还不拜堂啊？吉时未到，等香燃尽。谢小姐，你老实说，府里东南方位就是这堵墙对面，这几日有没有奇怪的动静？比如有人那儿埋东西。井水枯竭前，那堵墙对面的花坛下雨浇塌了，本来说要修，结果我病倒就搁置了。可水井在北面，跟东边花坛有什么关系？花坛垮塌的石土，阻断谢家自家水井下的水脉，却不危及其他从谢家通过的水脉，这也太精准了。玲珑，东边花坛塌了，我拜堂见不得破败，你立刻带人去把花坛下的石土清出来。姑爷，那是汉白玉石砌的，巨石沉得很，一时半刻根本清理不出来啊！让你去你就去，姑爷说话你也敢违背，过来受罚！别哭，把这竹针插到花坛正下方的土里，必须在供桌上那炷香燃尽前办好。快去！装神弄鬼的本事倒是不小，搬几块石头就能让井水出来。
我看你今天就是插翅难飞。姑爷，巨石太重挪不动，玲珑姑娘正带人想办法塞竹针，可进度太慢，这香……告诉玲珑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必须在香燃尽前办好。别挣扎了，赶紧把谢家地契拿出来，省得输了丢人现眼。只能拼了，以血代香。姑爷，办妥了！及时到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要是你敢办砸了，我做鬼也不饶你！包在我身上，娘，拜堂吧。嚯！这到底是什么妖法？夫人，姑爷，井水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！怎么可能？他明明说这井水绝不会出水啊！他是谁？今天这出戏背后还有主使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太谢谢你了，谢家有救了。我说了的嘛，娘，不用担心。来人啊！姑爷，扶住我，我要晕倒了。都怪平时偷懒不修炼，这点术法就耗尽了法力。姑爷，真是法道运势方恨少啊！少白，少白你怎么样？沈少白，你别吓我。莫慌，玲珑，带人把姑爷抬回房间照顾，让嬷嬷去请大夫。井水已出，今日谢府大喜，事务诸多，赵公子，请吧。算你们谢家运气好，3个月后我再来要账，要是还没银子，我饶不了你们！哼！真是倒霉，早知道平时就少摸鱼多修炼了。你醒了。话说，你知道你到底是个啥吗？不知道。你肯定不是鬼就是了。你这种情况我们昆仑山真没讲过。哎，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回昆仑山啊？咱俩合作一个课题，保证能……不去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谢夫人你在这儿啊？她要是知道自己女儿就在自己面前，她得多高兴啊！要是我没法回去呢？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身体里。回去了还好说，万一回不去呢？那不是给娘的打击更大？你也有娘，你总该知道，我哪里舍得让娘伤心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娘。你现在没有实体，但是能碰到东西。平常就是这个样子，如果想碰到东西，硬是要碰的话，倒是碰得到，就是很费力，还不如这样方便。哦，你就是这么把抬棺绳弄断的啊，厉害厉害。但是很古怪，我碰你倒是轻易得很。你这手怎么跟冻猪肉似的？除了我，你能碰到别人吗？除了你，谁也碰不到，也只有你能听到我的声音。喂，这是我的床，谁让你睡了？起来起来！别闹，我现在体力耗尽，得好好休息。让你之前用符定我，现在没力气了吧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公子，夜深了，喝杯水压压惊吧。不对劲啊，玲珑平时不是这个调调吧？我看公子身材真好，比府里那些护卫还结实呢。奴家喜欢公子喜欢的紧，公子如果不嫌弃奴家，奴家愿意追随公子。好你个登徒子，还想跟丫鬟亲热？谢玉清，你居然捉弄我，是不是闲得慌？要不是我现在没力气，看我不把你重新定住站一晚上墙角。你能奈我何？谁让你跟我抢床的？下次再敢跟我顶嘴，我就附在洗衣房的老嬷嬷身上，说你非礼我，看你怎么解释。唉，算了，今夜就凑合一宿，这床这么大，挤一挤也无妨。谁要和你一起睡？赶紧下去！你竟然欺负我一个死人，传出去不怕被人笑话？喊吧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。你看这鸳鸯被本就是给2个人盖的。你干什么？就算我筋疲力尽，治你还是绰绰有余。你耍赖！快放开我！这招不算数。我这也是好心，你飘在外面多冷，不如靠过来暖和暖和。我抱着你，睡吧，我的好夫人。谁是你夫人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能上人参？能，但是必须要对方和我关系非常好，身上带着我的东西，睡着才行。很好，那你没法装洗衣房嬷嬷来骗我了。沈少白，今天谢谢你。谢玉清不在，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万一被大师兄知道我被人麻烦卖来当冲洗赘婿，得被整个昆仑山笑话100年。谢夫人早啊！你们这是？沈公子醒啦，昨天闹了一天，饿坏了吧？饿过头了，胃开始抽筋了。这也太客气了。快坐下吃吧，这些都是厨房特意为你做的。你们几个伺候着，姑爷喜欢什么口味尽管吩咐。真香，比昆仑山上那些寡淡无味的地骨丹好吃10000倍。这赘婿当得值啊！沈公子，你救了谢家，我们无以为报，以后吃穿用度都从宫中支出，1个月10两月例银子。姑爷好。这4个丫鬟以后贴身伺候你的饮食起居，我已经让人收拾出了3间厢房，城外还有2处酒坊，以后的收益也都归你。这些佣人和铺子以后都听你调遣，谢家就是你的家。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谢夫人，不，娘，您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好孩子，吃完好好洗漱一番，以后你就是谢家的顶梁柱了。哎，包的。姑爷，你说你昨天看到运清的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了？没有的事儿，纯粹是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，看错了，让娘害怕了。昨天冲洗第1波冲出井水，现在攒力道，第2波肯定能把运清冲醒。我不是害怕，你快吃吧，吃完让下人带你去沐浴更衣。还找什么水灵根女子？在哪儿摸鱼不是摸？与其在外头风吹日晒，不如在这儿躺平享受。这谢家赘婿，我当定了。沈少白，沈少白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这祖宗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了？
快给姑爷我更衣！天哪，姑爷这么帅，比城里的王公富贵还要好看。阿娘是不是给了你西院的钥匙？西院你不可以去。凭什么？就是不许去。府里这么多丫鬟，还是你最漂亮。走，和姑爷快活去。姑爷去哪里？西院。沈少白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跟你说话呢。玲珑，花坛那边收拾的怎么样了？我想着趁天气好，在那儿种点花。你喜欢什么品种，我就种什么，全听你的。公子喜欢的话，种点牡丹或者月季都好，我可以帮公子打理。那太好了，正好我现在没事，你带我去西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花苗。沈少白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居然当着我的面调戏我的侍女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别忘了，你可是谢家的赘婿。这个吊儿郎当买来的赘婿，怎么就变得这么受欢迎了？谢大小姐，要不要一起进来逛逛？哼，谁要跟你一起？哼，你们，把手松开，听到没有？有这大小姐在身边斗斗嘴，倒也不显得无聊了。乖乖，这么大，这树得有年头了吧？那是，这树可老了，几百年了，比这宅子年纪都大。奇怪，这么古老的树，怎么一丝灵气都没有？唐婶来了。唐婶，姑爷好耳力，还真是唐婶来了。这一大早，他跑这么偏僻的地方干嘛？喂，沈少白，快躲起来！先躲起来，免得被他问东问西。动作快点儿，今天药量大些，务必让他彻底哭了，别留后患。原来是你，是你害我的树！开了灵智的树，他在惨叫，这相当于在活人身上挖肉。姑爷，不对劲，别冲动。这树是谢家酿制木炉醉的命脉，我爹死后，这毒妇就趁机把持内务，原来树是他毒死的。区毒水封不住灵树灵智，一个凡人妇人做不到，背后肯定还有高人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嘘，别动。哟，你就是妹妹新招进来的女婿吧？这么俊，我侄女真是好福气。哎，姑爷怎么在这儿啊？早上看着风景好，随便逛逛。我昨天才拜完堂，还未拜见长辈，您怎么称呼？我故去的丈夫跟先去的谢老爷是堂亲，姑爷该唤我一声沈娘。沈娘好。所以，沈娘一大早带着人来我们谢家的内院西院，是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夫人无心杂物，我只是来帮衬一二。告诉他，我娘把西院交给你了。包的。姑爷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岳母大人刚把西院交给我打理，我初来乍到，正想跟沈娘多学学。沈少白，把他们忽悠出去，把桶留下。你们两个先出去，我有事和沈娘单独说。哼，怎么，我这个姑爷说话没用，
那我现在就去请岳母过来评评理。你们先退下。唐婶，这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普通的井水。最近天气干燥，我是来给树浇水的。这树可是老爷生前最心爱的。昆仑亏心术开。哦，为了谢家好，需要用硫磺和黑狗血混合的药水来救树吗？唐婶这分明是想彻底烧坏灵树的树根，断了谢家的气运吧？毒妇，你竟敢断我家气运！你怎么会知道？你胡言乱语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沈少白，拿贼拿赃，把他扭送到我娘面前，让他付出代价。哈哈哈哈哈！瞧把婶子吓的。姑爷的意思是，我要是真想怎么着，刚才还把那2个家丁支出去干嘛？直接去岳母那儿告状不就完了？刚才就是试探一下，婶子跟我是不是一路人？姑爷这么说，老婆子愚钝，听不大懂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来谢家就是为了求财。我昨天帮谢家赶走赵天样，保住祖宅，可岳母就只肯让我住厢房，给了2处酒坊，这哪够我花的？沈少白，你疯了！你居然帮他！信我。你搞这棵树不就是为了搞垮谢家求财吗？我举双手赞成。我只要事成之后，除了现有的铺子，唐婶再送我一套2进的宅子就行。这姓沈的要是真能除掉灵树，谢家破产，我儿子就能分家产了。但他可是赘婿，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唐婶要是信不过，那就算了。我可是昆仑弟子，能让干喝的井水出水。本来想凭本事帮你彻底解决这棵树，既然你不领情，我只好回去跟谢夫人如实禀报了。别，唐婶信你，只是这灵树太邪门，我浇了10几天药水都没毁掉它，你真有办法？毁掉一棵破树算什么？包在我身上。姑爷敞亮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事成之后，其他9部必须归我儿子，你不能抢。放心，我只要院子。婶子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商量一下。让玲珑把桶子拿走，不能碰把手，要抱着。婶子也别整会选那些没用的了，岳母现在最信我，只要我告诉她砍了树谢运清就会醒，让她自己把树砍了，这多痛快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带到娘面前去。姐姐，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？弟妹，这话我本不想说，我刚才去西院给桂花树浇水，不成想碰到姑爷，姑爷就跟我说了桂花树的事。不用扯别的，让玲珑带着桶子上来。是的，刚我确实在西院看到了唐婶，也看到了唐婶带着他的走狗，意图毁坏谢家老桂树，坏谢家气运，图谋谢家家产。冤枉啊，弟妹！我不知道公爷受了什么坏人撺掇，认定我这个孤寡老婆子恶毒，我没有拿药水浇树啊！姐姐，那老桂树是谢家的命脉，也是酿酒的关键。他死了，谢家酒坊就彻底完了。按照族规，谢家若破产，有男丁的远房亲戚也能参与处理家产，到时候你儿子就能顺理成章地分走谢家家产了吧？不，弟妹，你听我说，真没有这回事。那你说，姑爷昨天才到谢家，他怎么知道谢家分家的规矩？没想到你这么狡猾。不过我谢家做事讲究公平，口说无凭，万事讲究证据。姑爷，你说唐婶对桂树图谋不轨，可有证据？要是姑爷拿不出证据，我老婆子再人微言轻也是谢家人，受不了这个辱。我要是拿不出铁证，岳母给我的2间铺子和院子，我全给你。请玲珑姑娘。俗话说，拿贼拿赃。娘，您是酿酒行家，鼻子最灵，
闻闻这味道。硫磺的味道。还有呢？还有一股很腥的味道，像是狗血。硫磺混黑狗血，与姑爷说的分毫不差。姐姐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谢家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？这不是我拿来的，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你们陷害我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桶是我的？我亲眼看到你带着2个家丁，提着这桶去西院残害桂树。哦，你亲眼看到，我在西院可只看到了姑爷。你躲起来干嘛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弟妹呀，大小姐还躺在宾馆里生死未卜，她的贴身侍女就和姑爷在戏院里不清不贵，被我撞破了。他们怕我坏事，就先下手为强，诬陷我呀！你可得看清人心啊！你这老东西倒打一耙，明明是被我们撞破，还扯谎诬赖。退下。姑爷，你有什么话驳？我擦嘞，让我自证。对了，用吐真术啊！可我没学呀，我逃课啊！天哪！赵石说让他把那2个家丁叫上来对质。娘，既然堂婶说我是诬陷，那不如把跟着堂婶去西院的那2个家丁叫上来，咱们当堂对质。对质就对质，我清清白白，怕什么？来人，带那2个家丁。夫人明鉴呀，小人们生是谢家人，死是谢家鬼，怎么敢毒害老桂树？我们早上只是跟着堂婶去西院浇水，根本没见过这老娃子木桶，姑爷为何要这般诬陷我们？血雨晴日色。你一开始就想到这些了？那可不然为啥我非让玲珑抱着桶子啊？沈少白，跟着我你就学吧。娘，烦劳取些皂灰和印泥来。取给他。这提手上沾了狗血和硫磺，只要撒上皂灰，指印就清清楚楚。天下人的指印皆不相同，3位既然说没碰过这木桶，那就请按个手印比对一番。若是不一样，娘给我的铺子全归你们。这怎么做得数？官府文书画押皆用指印，怎么做不得数？按。姑爷饶命啊！是堂婶逼我们的，我们真不想干啊！拖出去，打一顿板子，丢出谢家。弟妹，我错了，我是被钱财迷了心窍，你饶了我这次吧。姑爷，堂婶这事儿，你看该怎么处置？背叛家族，图谋家产，按家规逐出家门。按照家规，当逐出家门。好，依你。来人，拖出去，交由族里处置。要是运清还在，也不至于让外人这么欺负我们。娘，别哭，女儿在这里，女儿一直看着你，会保住我们谢家的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运清醒过来，让你们母女团聚。姑爷，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至今还被蒙在鼓里。娘，您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保护谢家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至于运清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我现在也不求他醒了，我只求他好好的活着。他还活着，哪怕躺在棺材里也行了。我会想办法的，会有办法的。你干嘛拦我？我说了要让你们母女团结，我不得看看你啥情况吗？你个登徒子，不许碰我！谁知道你会不会趁机轻薄我？我一片好心，你当驴肝肺是吧？啊，我是登徒子，好，那要是不捏2把，岂不枉担了这虚名？沈少白！夫人，咱们可是正经拜过堂。睡过一个被窝的人，这时候害什么羞？谁跟你是夫妻了？
信我一次呗。咱俩认识不久，但我哪次不站你这边？那你打算怎么检查？我怎么样？哪里出问题了？哪里都没有问题。你的3个丹田空荡荡的，一丝气息也无，这毫无疑问是一具尸体，但也确确实实是活的。没事，本来都以为死定了，现在还有口气儿就是赚的。也不是没好处，刚才从气时发现你肝气有点郁结，我就顺手给通了。一会儿你这身体会噗噗放屁。神少白，姑爷辛苦了，运清他。目前运清状况还好，娘不用担心。这冰玉关放在正北更位，府里的生门上，位置倒是最好的。是啊，多亏了那个高人指点，说必须放在这里才行，也是他建议我们冲洗。亲自相看了姑爷，果然冲来了姑爷这个高人，井水出了水，揪出了家贼。高人怎么说运清的事？是个清瘦颀长的道士，指点了这2件事，就飘然而去。不对，唐婶一个普通妇人，怎么知道用黑狗血和硫磺毒害灵树？东边花坛垮塌又怎么会这么巧断了水脉？唐婶背后有人。娘，唐婶家在哪儿？好像是谢家大门右拐，走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小心，这里不对劲儿。别看，怎么了？转过去。少白，跨过这火盆，好去那凶宅的晦气。我让下人放好了水，加了柚子叶，你再去洗一下，别沾了脏东西。知道了，娘。怎么好端端的人就这么死了呢？被灭口了，就是为了掐断线索。花坛垮塌查不出异状，水脉断裂，针对桂树的毒害，运清的离魂，这3件事撞在一起，绝对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可目的是什么？到底是谁？唐婶刚被赶出去1天就被杀了，这幕后之人心狠手辣，而且一直在死死盯着谢家的一举一动。看什么呢？要看就转过身来，大大方方的看。你夫君我这人大方的很。谁要看了？你这是污蔑！我就是想起有点事想跟你说。哼，说。今天我居然跟着你走出了谢家大门。以前我连府门都出不去的，出殡那天也只能在棺材1丈之内活动。意识依附肉体，离不开很正常。在谢家活动范围大，应该是谢家水脉灵树的缘故。但今天，对啊，你今天搭着我的肩膀，轻轻松松就出去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咱们拜过堂的缘故？有可能，夫妻一体同心，我担了你1半的因果。现在我就是你的第2个肉体。媳妇儿，这回我要是回昆仑山，你还真得像个挂件一样跟着我走了。我才不会跟你回去，是你要留在这里，跟我一起孝顺我娘。你可是我谢家的赘婿。切，我是被人迷晕了绑来你们谢家的。真要扯这个，我去告官。你们谢家可是拐卖良家少男。你不是自愿的吗？等等，
你的意思是，你们谢家走的是正规流程？啊！你干什么，东仆子？娘，我到底是怎么来谢家的？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当时高人说冲洗这个法子后，我正愁去哪儿找新郎，正好有人牙子上门，就把你送来了。人牙子怎么说？那人牙子说你有好赌的爹、多病的妈、上学的弟弟和无奈的他。我一看你虽然昏迷着，但相貌端庄。正犹豫呢，高人掐指一算，说你与运清是天命姻缘，就是你了，我便掏钱买下了你。哎呀，现在都是一家人了，姑爷帮了我们谢家这么多，那东西也该还给姑爷了，拿出来。姑爷，当时太着急了，生怕耽误了冲洗运清就没了，连身契都没仔细看，才闹出婚礼上现问名字的笑话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这个姑爷拿回去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若运晨真的许给姑爷的钱财自是不变，到时候姑爷另有婚娶，理所应当，我绝不阻拦，只盼姑爷还在四方镇上认我们谢家这门亲友。这就是母亲啊，温柔、慈爱、公平，真羡慕运清。我的名字怎么会写在上面？我下山以来，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的名字，我身上也没有任何表明身份的物件。卖我的人到底是谁？看来从我下山的那一刻起，一张阴谋的网就已经布下了。就是那个百花楼的东家，我被迷晕的时候，隐约记住了他的特征。百花楼，那是官家的生意，楼里的男男女女身契都在官府手里，没听说他们会当街迷晕人卖给别家的。与其想这么多，不如你直接去百花楼走一趟。你对付我那点手段，去对付他不是手拿把掐？你说的对，说干就干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不带个人，万一谈崩了被打了呢？开玩笑，我逛窑子还要带媳妇儿娘家人，我吃饱了可真没几个打得过我的，略略用一点手段就能让他乖乖说实话。是吗？那你怎么不让堂婶乖乖说实话？你看着什么了？把你吓傻了？总不会百花楼的东家也死了？听说了吗？百花楼东家4天前暴毙了。4天前，正是我被迷晕卖掉的那天，线索彻底断了。瞧你那丧气样，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我们现在找不到线索就找不到，哼，他总会再出手的吧？到时候把他狐狸尾巴攥紧了就完事儿。唉，要是这人下一步对娘动手，他敢，对吧？等害到咱们头上就完了。对了，幕后这人走得几步棋里，目前唯一没得逞的就是老桂花树了。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救活他。这树快死了，好凉，满是濒死的窒碎感。之前树干上的淡绿光光全散了，一点灵脉的反应都没有。师傅的灵植救治课我全程摸鱼了，到底要怎么治啊？死脑子快想啊！沈少白，
你跟树干较什么劲？打算跟他拜把子认兄弟啊？别急了，娘已经去四处寻找高人和养护古树的能人了。要是有用，他就不会成这样了。现在再找，晚了！我关心你还不对了，我能不急吗？万一拖下去，你娘出事了算谁的？你出事了算谁的？你是为了我们？哼，那不然呢？我错了，刚才不该吼你。我现在知道你是为我们好。少白，别气了好不好？哼！我娘已经派人去城里最大的藏书阁求助了，看看古籍里头有没有法子。古籍求助？对啊，我干嘛非要自己想？昆仑山的风灵传音术，所谓风生水起，风灵传音术要建立在水脉之上。水脉，谢家就在四方阵水脉节点上满足了，现在只需要一对年代久久的老贝壳。媳妇儿，去跟你娘要一对老贝壳来，越老越好。我要布阵。神经病啊！我怎么要？静手静指，拂去尘俗。风灵为媒，甚可传音，心通千里，声达所亲。沈少白，成了。师兄师姐，现在是哪位守着传音台？我啊，少白啊，沈少白，帮我转接师傅啊！哟，我当是谁啊？这不是咱们昆仑著名的废物点心沈少白吗？林新月，今天值守的居然是他。新月师妹啊，今儿轮到你在灵台值守啊。我现在有个急事儿，求求你行行好，帮我转接一下师傅成不成？等我回去肯定好好谢你。他平时跟我斗嘴那么嚣张，居然也会这么低声下气。怎么，你不是好大志气要下山找泉水灵根女子吗？怎么找不着，想起回昆仑要饭了？新月师妹，哎呀，就帮个忙嘛。师傅呢？大师兄呢？师伯闭关炼丹呢，大师兄忙着管宗门的事。哼，谁有空搭理你这废柴？当年你连50年仙的聘礼都拿不出，跟我退婚的时候不是挺硬气吗？现在下个山就学会求人了。林新月，我跟你说正事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。我现在有急事，师傅没空，你帮我找大兄也行。真的着急，事关人命，出事了咱们谁也担当不起。我看是你没本事吧，在昆仑吊车尾，下了山才几天啊，就屁滚尿流的回来求援。我要是你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，哪还有脸来传音？你断了，他故意没合缝甚可。我真是气煞我也！少白，沈少白，沈少白，你怎么了？这丫头平时斗嘴挺厉害，怎么这会儿还急哭了？要是让他现在站在我面前，看我不撕烂这个女人的嘴！怎么会？好痛！他的血能定住我。纯阳之身，阴邪最怕。我现在是离体纯阴，根本碰不到流血的他。不行，不能把他扔在这儿不管。
好，不好了，来人啊！姑爷在东院昏倒啦！人引来了，我得赶紧出来。纯阴之体久留会伤了这丫头。怎么这么冷？外面怎么这么扰？去东院干嘛？糟了，姑爷在东院做法事，把我们都赶出来了，我怎么就睡着了？我玩忽职守，姑爷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回新房安排。哼，废物点心，最好死在外面，跟你的泉水灵根女子一起烂透。小师妹遇到什么好事了？这么开心？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胡闹！此物岂是你能随意摆弄的？新月，灵台器物需归置妥当，慎壳不合拢，会扰了风灵秩序。大师兄，我不是故意的嘛，就是刚才有人传音完了还没收拾，被师兄逮住。师兄可不能说我没规矩。哦，刚才谁来的传音啊？是沈少白那个废柴打进来的求助。不过话说到一半就断了，我看就是他学艺不精，数理不济了。他呀，从小就又懒又笨。同门之间虽有亲疏，却不必如此刻薄。沈少白虽修为不高，终究是师父的弟子。哎呀，大师兄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嘛。我昆仑派哪出过他这种不三不四、不求上进的东西啊，简直丢脸。再说了，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，师兄却骂我。罢了，下次注意分寸。知道啦，大师兄最好了。我守了一天台子饿坏了，师兄陪我去讨些可口的糖糕来嘛。新月，做事需留3分余地。沈少白虽不济，却也没犯什么大错，以后断不可这么说他，被你师父听到，你要挨骂的。师父才不会罚我呢，他早就看沈少白不顺眼了。这无名高热，灌了这么多药，怎么就是不退？都怪我，要是我守在门口，姑爷就不会受伤了。不怪你，玲珑。他的身体好烫，简直要把我的灵魂都捂热了。新婚那日，他也是这样无赖的把我的身体困在怀里。他救了谢家，救了母亲，现在我必须救他。少白，撑住。你终于没事了。沈少白今日用风灵传心求援，被林新月劫了。我已经把圣壳的符文打乱，修复最起码要10天。他暂时联系不上昆仑。做得好，盯紧风灵传音，不能让他把谢家的事传回昆仑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林新月长期守在传音台，他肯定不会让沈少白求援成功。只是沈少白要是执意回昆仑，我拦不住他。他虽然修为不高，逃跑的本事倒是不小。哼，他回不来的。您这么说了，自然是的。沈少白、谢运清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烧退了就赶紧起来，还有事要做呢。玲珑，醒醒！啊，
你守了我一晚上。谁守你了？我就是。嗨，其实就是树立一下掏干了而已。不过现在竟然恢复了，全恢复了，我可棒着呢。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林心月到底是谁？我听着声音就讨厌，跟只叽叽喳喳的麻雀似的，吵得人耳朵疼。她是昆仑的小师妹，虽然是杂灵根，却是门派里唯一有水灵根的弟子。小时候师父觉得我们有缘分，就把她许配给我了。可这丫头心高气傲得很，一直看不起我这个吊车尾的，后来还跟我要50年修为当聘礼。你想想，我要是有50年修为，还用得着在昆仑吊车尾吗？我当然拿不出来。结果她当着全门派的面跟我退婚，从此之后见我就冷嘲热讽，就跟昨天一样。这个女人也太过分了，她根本不懂你的好。你虽然平时爱摸鱼，可关键时候比谁都靠谱。上次赵天佑来闹事，你啥都不知道，就敢冲上去护着我娘。等我回身体里，我跟你回昆仑，一定帮你把场子找回来。你看我不骂得他满地找脸的。除了师父，再没人这么关心我了。那必须的，你可是我拜过堂的娘子，到时候肯定得跟我回昆仑见师父。说不定师父见我娶了个这么厉害的媳妇，高兴了还能给我长点修为。谁是你娘子？喏，都在这儿了，你先选。多吃点儿，你太瘦了。多管闲事。你刚发过烧，一大清早吃这么油腻，真的好吗？哎呀，娘子，你就让我吃几口肉吧。我在昆仑1年不见一次荤香，下了山还让我吃草，你可饶了我吧。怎么，堂堂天下第一宗门，连肉都吃不起？唉，哪是吃不起，是不让吃。修炼3年就得辟谷，我这种学渣辟不了，只能吃辟谷丹。那玩意儿就跟把老光棍家里陈年裹脚铺上的老垢抠下来，跟黄鳖团吧一个味儿。想吃好的，只能自己攒月例钱去买。我以前攒了整整2个月的钱，给林心月买过一份点心，结果她当着我的面扔在地上，说给狗狗都不吃。最后还是路过的师傅捡起来吃了，还安慰我挺甜的，少白有心了。那是他瞎，不懂珍惜。嗨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反正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买点心了，拿着就嫌丢人。以后我给你买，我是说谢家的点心多的是，你想吃多少有多少，不用你攒钱。那感情好，以后我就靠娘子养着了，天天吃点心，把在昆仑亏的嘴都补回来。胡说八道！吃饱喝足，干正事。我就不信林心月能一天12个时辰守在灵台。开！靠！一次不通我来10次，肯定是林心月这臭丫头搞的鬼。几天没给我长本事了，敢对传音台动手脚。等我回昆仑，非得结结实实告他一状。对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骂死他。少白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娘，我刚才在试着传音回昆仑，想求点救术的法子，结果还是接不通。对不起，是我无能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姑爷已经很好了。来，娘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孙太医，当年在宫里当过职，是先帝都夸的医中圣手。今天云游回来，听说咱们家出事，立刻就赶来了。孙太医，这是我谢家的新女婿，沈少白能干着呢。小子沈少白，见过孙老。沈公子客气了。听夫人说，你昨日突然晕倒发烧，老朽来替你把把脉。夫人，老朽多嘴，您这位姑爷看着可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子弟呀。糟了，传音台还在那儿摆着呢，这老头眼光这么毒。孙老说笑了，我就是个……对啊，我姑爷是昆仑派的仙家弟子呢，仙法高强的很，成婚当晚就让枯井出水了，可厉害了。娘，少白啊，孙太医也是养气炼丹的行家，你看他这鹤发童颜，看着比我还年轻呢。
小子不才，学艺昆仑，天列门墙，正是玄清真人的弟子。弟子长明，拜见沈师叔。别，孙老，您这是干嘛？折煞我了。师叔有所不知，老朽少年时也曾在昆仑求仙，虽资质愚钝，未能大成，但全靠在昆仑学得的一点皮毛，才有了今日。玄清真人乃是掌门师祖，您是真人的亲传弟子，自然就是老朽的师叔，这礼您受得起。别，孙老，您快起来，咱们得从谢家这边论，您可是长辈，我得叫您一声孙爷爷的。礼法不可乱，师叔就是师叔。哎，要不咱们各论各的，我管您叫孙爷爷，您叫我师叔。少白说什么呢？那咱们各退一步，我叫你小友便罢。小友，让老夫看看你的脉象。刚听谢夫人说你突然晕倒，还发了高热，吃了药也没效。是有这么回事。脉象充盈，气息平稳，不像是生病的样子。你这高热应该是数力耗尽，真元受损导致的虚热。小友现在无碍，只是奇怪，按说数力耗尽后需静养数日才能恢复，小友脉象却丰沛充盈，奇怪啊！难道是昨晚高烧时，娘子用阴气抱着我降温的缘故？可能是我底子好，恢复得快。沈公子无甚大碍。那还请您移驾，看看小女。为运清寻来这口棺材，夫人爱女心切啊。多亏高人指点，不然我也弄不到这口冰玉棺。这高人看来也是个活神仙。我执着半生外出寻道，可却无从寻起，连个活神仙没见到，还是与仙法无缘啊。孙老，您来看看，他上中下3个丹田空荡荡，一丝气息也没有，但身体也确实是活的。小友的判断没错。玲珑，管家，你们留在这里跟着姑爷和孙太医，只要他们有要求，谢家能做到的，一概立刻就办。我先回房了。这么不中用的身体，我还真不如没命了算了。玉清，孙老，我岳母身子虚弱，劳烦您开一副安神养气的方子。另外还有一事，求您相助。怎么，小友年纪轻轻就奉师叔祖之命下山历练，想必修为不凡。我一个求道无成、遣送下山的，哪里帮得上忙？您精于养生，这事儿非您不可。走，咱们去西院。孙太医，这树还有救吗？先看看。这棵树损伤不轻啊，有点棘手。哎，小友，你不是有传音台吗？问问玄清真人啊。问个屁！林心月那个臭丫头，趁我不在，把传音台的灵脉给掐了。这不是普通的毒，是掺了硫磺、黑狗血的邪毒，专门侵蚀灵树的灵脉。这树有几百年的灵性，本可自行化解些许邪气，奈何下毒之人连续浇灌，灵脉被压制的厉害，再拖下去就真的没救了。那怎么办？孙老，那你有没有办法救他？老夫当年在昆仑学过些基础的灵植养护术，但是极难。小友，你确定要？多难都得做，多难都得做。哪怕只有一线机会，我也想试试。救活此树，需以至阳至纯之物为引，配合昆仑养气发法，用同种树心髓温养，方能破邪复灵。求孙老指点，需要什么？只要能救这树，晚辈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赴汤蹈火，只需3样。第一，采夜露凝成无根水，明日明晨在谢家最高处用玉碗接取。第二，3年以上大公鸡的关顶血，取血时必须一击即中，不能让鸡挣扎散了阳气。最难的第3样，需深山千年古树的树心髓，此物灵性极强，只能过你一人之手，旁人碰一下便会精华流失，所以取髓只能你一个人去。没问题，一个人就一个人。深山大林里多危险啊，还有山匪野兽，你一个人去行不行？让家丁跟着，取树心髓的时候离得远远的看着不就好了？孙老，我去哪里找千年古树呢？这东西可不好寻啊。这个我还真知道，
我之前采药便寻见过，南边黑风山深处有一株7、8天路程。你是昆仑弟子，身上有清气，寻常邪祟不敢近身。老夫这就回去翻翻手记，给你画张地图。你进山，我也必须得去。你去干嘛？你总得睡觉吧？你睡着了，我帮你警戒。平常走路我飘在空中看得远，山肥野兽都能看到，怎么不是照应？哼！管家，立刻去备好玉碗，再去附近农户家寻那3年以上的精壮大公鸡。另外，去采买姑爷进山要用的行囊干粮，立刻去办。是，夫人。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慌，孙爷爷说的到底可信不可信啊？可信不可信不知道，但孙老确实比我厉害太多了，是真的。哼，那你们昆仑真严格。孙爷爷这么厉害的人，在你们昆仑都混不下去，给赶下山啊？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废柴，怎么还在？我可没这意思，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再说你哪里废柴了？你好厉害的呀！你说你比不上孙爷爷，但我觉得你比孙爷爷厉害。其实我真的很废柴了，孙老也是真的比我厉害，又菜又懒还没被赶走，全靠师傅心软，怕我饿死街头罢了。我就说你很厉害嘛，这符画的真好啊！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废柴的，我曾是昆仑首屈一指的天才，过目不忘，直到7岁那年，测出奇经8脉没有一根灵根，从此我成了昆仑最有名的废物。直到今天，他说我好厉害。山里冷啊，这衣服带少了吧？万一下雨呢？驱虫驱蛇的药够不够啊？知道了，我的好娘子，你真是比我师傅还唠叨。放心吧，东西都带得够够的。谁是你娘子你？别动！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运清，你随时都能碰到东西了。真的哎，少白，我能碰到东西了。昨夜他抱着我过夜，我气海冲明，他能力大涨。新婚之夜抱了一宿却没这反应，难道是因为阴阳之气的交融？你要干嘛？就是有个事儿想和你试一下。什么事？和你睡觉。等徒子！呀，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啊？我说的睡觉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睡觉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觊觎我的美色？沈少白，你再说，我现在可拿得了实物。正事，说正事。我是怀疑你释放的阴气被我吸收后，两人能力都会大涨，今晚必须试一试。跟着我的引导，慢慢释放你体内的阴气。气海内的树力正在疯狂翻腾，以前一直停滞不下、无法扩容的气海边缘，竟然真的扩大了。我猜对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暖乎乎的，感觉我可以，做到这样。厉害，比你能碰到实体厉害多了。继续，别停！我感觉气海还在涨。哎呦呦，姑奶奶，这都第3天了，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造啊！睡什么睡？继续练功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绝妙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你跳进我的棺材里，抱着我的肉身试试，效果肯定翻倍。呀妹的，这太变态了，绝对不行！哼。无根水成了。我靠！我身为堂堂昆仑内门弟子，这辈子杀过最大的活物就是蚊子，怎么这鸡看着比妖兽还凶啊？姑爷别怕，咱们后院还备了3只，不怕多杀。不就怕打不中，所以给我多弄了几只吗？沈少白，你行不行啊？可别手抖搞砸了。切，看不起谁呢？我好歹也是堂堂昆仑弟子。住！哦，搞定。少白，都在这儿了。多谢前辈。我羡慕你啊，能做掌门的弟子。
我学艺10年，一心求道，却只能被迫下山。我想修仙，我想留在昆仑。要是能回去，我死在昆仑都甘心啊！如果没有师尊收留，我没有灵根的废物沈少白，是不是也会在红尘中蹉跎岁月，直到垂垂老去，在某个深夜里对着过往痛哭流涕？前辈，早些歇息吧。第一次出远门，舍不得啦。放心，有为夫在，肯定把树髓给你带回来。早知道这么颠，还不如我自己腿着来。这5脏6腑都要移位了。等你腿儿到了，我家的镜花树都枯亡了。哎，你不昆仑内门掌门亲传弟子吗？怎么不御剑啊？不会。就算我会，俗世不比昆仑山灵气充沛。就算我大师兄来，也得啪嗒一声掉地上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会，带着你怎么御剑？总不能把你揣进怀里吧？我会飞，不用你揣。哼。姑爷，咱们在这村里住一晚，休整一下，明早再进山吧。不行，赶时间。你在此等候，我这就进山。哟，还在生气呢？没有。看着气鼓鼓的脸，还说没生气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别生气了。就是觉得自己真没用。这种地界，换了师兄来如履平地，今天就能拿到树心髓，我还在这吭哧吭哧吃灰。不对，师兄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搞到今天这地步，早把背后坏人解决了。可他们就算再厉害，救了谢家，为了谢家努力的不是他们，是你啊。那是。一会儿你飞高点，看看有没有野兽什么的。现在天晚了，好多动物要出来找食了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，可能是错觉。快赶路吧，天要黑透了。你怎么这么熟练啊？这地方也太破了吧，到处都是灰，怎么住啊？这是采药人进山休整的地方，我这也是在昆仑山上采药时练出来的。这都还算好的了，凑合一晚呗，总比在外面淋雨强。你拿防虫药和蛇粉出去撒一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孙天一给的驱兽粉。咱们吃完东西就睡觉了。给，你吃。你不吃？你吃就得了，这东西不好带，太容易碎，就这么一块。我又不会饿，尝个味儿就行了，你多吃点。少白，你知道吗？我生前吃的最后一口东西是特别难喝的药汤，孙太医开的，苦得发涩，还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腥气，难喝的要命。我本来不想喝，但我妈含着眼泪求我，她说乖女儿，喝了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我看着她的眼泪，咬着牙一口一口咽下去，然后喝完没一会儿，我就觉得特别困。等我再醒来，我就已经离世了。我当时飘在灵堂里，看着我娘伏在棺材上哭得死去活来，我绕着她飞，想扶她，可手直接穿过了她的身体，我大喊大叫，喊破喉咙都没人听见。安神汤不应该有腥味啊？孙太医是杏林国手，就算有独门秘方，你这病势也太蹊跷了。他当时到底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只是普通心悸，留了方子就云游去了。我吃了2天，确实见好，就是最后一副，难道那药真有问题？不好说，现在也没法求证，等咱们拿到树心髓救活印花树再说。你这机缘也挺有意思，
孙老救你不成，来了个高人，高人走了，又来了我。这是本小姐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你还真要守夜啊？黑风山的野兽很凶，你睡你的，我不用睡。别折腾了，外头撒了孙老给的驱魔药，一般野兽不敢靠近。是老虎！天地玄宗，好机会！沈少白！给我死！少白，这老虎不对劲儿。走，这里不能继续留了。我们是不是被做局了？一定的，这老虎肯定是被人动过手脚。知道我们要来黑风山取树心髓的人，就那么几个。先别急着下结论，这事儿本来就蹊跷的紧。到底谁是坏人，现在不好说。现在我能信的只有你了。慧清，我也信你。赶了一晚的路了，你先去睡会儿，我看着。我需要力量，更大更强的力量。还不够。来看看接下来怎么走。咦，这个路不对。怎么不对？昨天的路我们绕远了至少30里地，今天的路也是。地图让我们前面石头下往右拐下河沟，实际往左拐穿灌木丛就是平路，近至少10里地。走，去前面看看。咱们继续往前，看看今天太阳落山前能到哪个点。今晚还有一个最后的试验，要是真成了，
你说孙太医的地图为什么会错？是不小心画错了，还是故意的？故意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不定是想让我们绕远路，耽误时间，赶不上救用花树。不对，他要是不想让我们救树，直接不告诉我们千年榆树的位置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那他图什么？等下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孙太医是昆仑中人啊，我师父说过，昆仑功法讲究灵眼开，只要修为达标，就能看破阴阳。他在昆仑学道10年，修为绝对够看，没道理看不到你。你是说，他应该能看到我？肯定能。那他来谢家那么多次，为什么装看不见我？难道我病逝的事真和他有关？那碗安神汤……不好说，但绝对有问题。他明明能看到你，却装瞎，还画错地图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云清，帮我个忙，把这包药带到数10里外阳开，这是我对他的最后一次试验。孙老跟我系出同门，不会这么坑我们的，肯定是误会。少白，药粉有问题，我撒上了，不但没驱兽，反而引来了一群发狂的猛兽。别想了，有我呢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咱们还要继续走吗，少白？这是个陷阱。都到这儿了，龙潭虎穴也得给他闯破了。少白说，除了吸取阴气，还要尝试把外界的阴气当做自己的手脚来驱使。坚持住！碰到了，粗糙、坚硬，还有夜露的湿润，成功了！不用实体接触，也能直接感知到。柔软、温暖，方圆数丈内的风吹草动，全都在我的感知里。你看，不用那破地图，跟着我的阴气探路，咱们提前3天就到了这第6日的宿营地。娘子确实厉害，那老匹夫画错地图，不是想耗死我们，就是想拖延时间。别贫了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前面探探。嘘，别说话，有情况。怎么了？林子里有人，还带着兵器，我过去看看。他娘的那个小兔崽子跑得真快，老二带人跟着，第1天就跟丢了。大哥，那小子看着细皮嫩肉的，莫不是会什么妖法？妖法个屁！雇主说了，还要去取什么树心梅，必经这处宿营地，咱们就在这死等。大哥，雇主到底是谁啊？杀个普通人就给500两银子，这买卖绝了！不该问的别问。等那只肥羊到了，一拥而上，砍了脑袋，拿钱去城里快活，砍了他，去城里快活。500两，取树心髓，雇主连我们的目的都一清二楚，绝对是孙太医。10几个人，带着砍刀和短弩，是被人雇来劫杀我们的。为了500两银子，而且雇主知道我们要取树心髓。除了那个姓孙的老匹夫，还能有谁？真够狠的。怎么办？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有弩箭，硬拼我们肯定吃亏。就凭这几块料，也想守株待兔？幻术、静音、迷途、扩音，在昆仑山老头子不让我玩，今天在这深山老林，我非得让他们这群猎人当一回终生难忘的猎物。你肚子里的坏水是真不少啊，够损，但我喜欢。这叫智谋，智谋懂吗？走，给他们搭戏台去。少白，左前方3丈，那块长满青苔的巨石后。收到。
早知道要对付这群不长眼的，我就多画几张雷火符了。唉，现在全贴保命阵法，这得耗费我多少精血？别废话了，营地里有动静。独眼龙派了2个人扛着刀往右边的小驿径走，准备望风，剩下的还在篝火旁，动作快。最后几个阵眼交给你。搞定了。谁？不好了，有山匪，快跑啊！哎呀，我摔倒了！大哥，找到了，那只肥羊在这儿，那只肥羊在这儿。兄弟们，上！别让他跑了！砍下他的脑袋，500两银子就到手了。小兔崽子，站住！老子要活剥了你！往短崖的方向跑了，这小子慌不择路，自投罗网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把他堵在崖边，抓活的凌迟！11、12、13，人齐了，全在阵里了，动手。该你上场了。想走，迷途换。这是什么妖法？大哥，你的影子活了！装神弄鬼，给老子死！砍不死，根本砍不死！救命啊！静音，撤，扩音，起。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怎么现在像丧家之犬？有鬼啊！山神老爷饶命！不好！鬼，有鬼！仙人饶命！我不就笑了几声吗？怎么就把他们笑死了？笑得挺好，下次别这么笑了。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仙人饶我一条狗命！谁雇佣你们的来的？给你们钱的人长什么样？穿什么衣服？声音什么样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他戴着一个黑色的斗笠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像是被烟熏过一样。继续说。他给了我们500两银子，让我们在这里劫杀一个男子，说他要去取什么树心髓，还说要是我们没办成，就杀了我们全家。我们也是被逼的。就这些，他有没有说别的？比如我的来历，
或者为什么要杀我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他就说了这些，给了银子就走了，我们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仙人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城里的钱庄，那500两银子是从城南的福康钱庄取出来的。戴着斗笠，声音沙哑，男女性别未定。孙太医虽然嫌疑大，但他鹤发童颜，声音也不沙哑。难道是其他人，或者孙太医故意伪装了声音和容貌？起来，跟我们走！你要是敢耍花样，就把你也扔下去，让你跟你的兄弟们作伴。是，小人不敢。让你睡上1天1夜，等你醒来，我们早就走远了。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自己造化了。你还真会省事，就这么把他扔在这里？那可不，我难道还真把他带出去报官啊？多浪费粮食！他连对方脸都没看到，报官有啥用？留着自生自灭正好。走。说起来，你觉得雇佣山匪的人会是谁？不好说，但孙太医的嫌疑最大，但没证据。照咱们脚程，明天就能到古树那儿。咱们今天就歇在这儿，估计明天也是一场恶战。我今天多吸点阴气，你也多画一些符备用。你现在看着脸色不太好啊。我现在人都不算活的，脸色怎么好？来抱抱，说不定脸色就好了。睡吧，你这几天一点没睡，我看着呢，没事儿。我不用睡的。虽然不用睡，但是睡一下很舒服，所以睡吧。就是不对，我也说不好，但是我看他不舒服的很。我家那棵病死的桂树也只是可怜，但这棵树明明长得好，我却觉得极度不舒服。咱们加把劲儿，先过去看看。终于找到你了。冷，太冷了。现在是盛夏。停！前面起雾了。别动，不对劲。怎么了？太安静了，你闻，还有股怪味儿，不是草木腐烂，更像血污发臭的味儿。过来。昆仑基础皮鞋符，你灵体纯阴，最容易被这玩意儿缠上，给你多画点。你小心点儿，别把自己血放多了，等会儿真遇上事儿没力气。你有什么能自保的吗？我的法子多着呢，再不济打不过我跑呗。你放心，我跑得比兔子都快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真出什么事儿，你别管我，我也不管你，你自己跑就行。那不能，哪有抛下媳妇儿跑的？走了，跟在我后面，贴着我。我的阳气给你挡点东西。少白，这雾扎得我好疼。这里的阴气带着邪性，多好。少白，那棵树太不对了。别过来。树皮上有符文，是邪阵，一半聚阳，一半聚阴，违背常理。那怎么办？那当然是跑啊！不好，中计了。小师叔，师侄等你多时了。孙老，让我们做个明白鬼呗。好，就让你们做一对明白鸳鸯。小师叔果然聪明，前面的陷阱全失效了。青丫头也是厉害，真好啊，真好啊！为什么？孙爷爷，我爹待你如兄弟，我从小敬重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那碗安神汤是你故意下的药，对吗？那可不是普通的安神汤，是老夫耗费30年心血炼制的离魂散。谁让你是千年难遇的纯阴命格，魂魄与肉身羁绊极浅，最适合用来炼制尸丹。尸丹？你想干什么？师姐成仙，你听过吗？老夫在昆仑求道10年，资质不够，学炼器有什么用？家财万贯有什么用？眼看就要寿元耗尽，直到我发现了青丫头虚阴命格与实阴之体，我小心翼翼呵护了你10多年，
16岁之前不能让你有一点损伤，不然就浪费了这完美的材料。然后呢？算计他假死，算计谢家，老东西，你可挺不要脸啊！青丫头这么好的材料，必须好好照料。我把她呵护到18岁，命格成熟，特意为她练了一副离魂散，时辰、方位，老夫算得精准无误。你本该在下葬后第7日意识归体，在冰冷狭窄的黑暗棺木里苏醒，感受空气一点点耗尽，在窒息与无边绝望中挣扎致死。届时，你的尸身便是至阴至煞的绝佳尸材，意识便是最恶毒的怨灵。这样，老夫便能练成前无古人的玄煞尸丹，尸解成仙，跳出轮回。但你失败了，运清没有被埋下去。老夫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这丫头凭着执念干扰抬棺，更没算到冒出个不知来历的云游道士，指点冲洗，斜刺里还杀出你这条野狗。云游道士，他不是孙太医一伙的，背后还有人。至于你，我高兴了叫你一声小师叔，不高兴了，你就是一个昆仑弃徒，也敢屡次三番搅扰老夫好事。你可别恶心我了。昆仑教的是顺天应人，不是你这种伤天害理的邪术。为了成仙草菅人命，你这种人被赶下昆仑，可真是我师伯眼明心亮。无妨，正好你自投罗网。虽然没法把青丫头连体带魂一起炼化，加个昆仑弟子也算补充。你们俩就当第1炉的材料吧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拖延时间？我在等炼化阵法启动，你们又在等什么？你猜？动手！走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要不你把我们放下来，我们现在再跑给你看。好得很，小师叔，老夫要你们受尽炼魂之苦。不着急，你们一个一个来。云清！老东西，我弄死你！疯子，你想自爆？少白，快走，快走，求你了，少白，快走，不要管我。我不。不，要死了吗？还是没能拉住你的手。云清，他没事，只是灵体耗损过甚，陷入昏睡罢了。你是谁？多谢前辈救，晚辈。孙太医已死，阵法已破，你们安全了。刚猛有余，绵长不足。前辈，玄阴灵体万中无一，然孤阴不生，一朝邪祟，意义凋零。你二人一纯阳，一纯阴，命理相悖，却又相生。更见姻缘红线以拜堂成礼，因果交织，休息与共。此番劫难，你为他自爆数力，看似绝路，却引动退阳本源，冲开了经脉阻势。而他受你血气与执念牵引，玄阴之灵方能保住一线不灭。此乃阴阳引，非杀伐之术，乃调和龙虎之法。依此图行功，引你纯阳之气，渡他玄阴之灵，循环往复，共生共济。树立非死物，循规蹈矩则治，明心见性则活。功法是舟，道是河流，莫执着于舟，而忘了为何行舟。还活着。
别动，正渡气呢。高人留下的功法，咱俩得一起练。你慢点儿，这又不是灌酒，急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让你早点好吗？你灵体凝实点儿，不就结实扛揍了吗？莫执着于舟，而忘了为何行舟。春阳主生机，玄阴主滋养。难道是为了在阴阳循环中不断淬炼，升华彼此的本质？牛逼，简直神了！我们好了，好像因祸得福了。青韵，走吧，这鬼地方别待了。怎么了？等等，这地脉深处好像还有东西在动。还有东西，跑，快跑！这鬼地方不能待了！别跑，不是邪法，不是邪法，这是什么？这地方除了他，还能有谁搞鬼？别慌，不是孙太医那股邪气，感觉不一样，很痛苦，像是在求救。求救？地底下还能有什么东西求救？别管了，肯定是陷阱。我的感觉不会错，这意念很纯粹，没有恶意。少白，信我一次，帮我护法，我灵体下电脉去看看。灵体下地脉？你以前下过吗？我在昆仑这么多年，听都没听过。啊，不能吗？你们昆仑这点事儿都做不到啊？不是，这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事儿，压根儿就没听过。可话本子里不是经常说邪修养小鬼，探地找财宝什么的吗？你也知道那是话本子，那是邪修啊！我昆仑名门怎么会这些邪门歪道的手法？那孙太医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这丫头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行吧，你去，我在这儿给你护法。谢谢啦，回头给你奖励。可千万别出事啊！孙太医留下的阵法残余好重，求求，别怕，你等着，我找人来救你。没事就好。少白，是那棵古树，它最后一点干净的灵石藏在断根里，快散了，我们得救它。救树？我连昆仑后山的灵草都养死过好几盆，拿什么救？他在黑风山活了上千年，从没害过人，却被当成祭品炼化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最后一点干净的念头也消散。我们用阴阳饮试试好不好？阴阳饮那是给人修炼的，不是救树的。哎呀，行吧，试试就试试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可没把握，救不好你别怨我。不会怨你，能试就好。我把阳气渡进地脉，你负责引导，别把它冲散了。我来调和。嘿，还真让咱俩给救活了。这老树的命还真硬。咱们带着他走吧，黑风山不安全，带回谢家好好养着，跟我家的桂花树做个伴儿，我保证天天照顾他。你不想走？好啦，不带你走，你在这山里生的，当然要留在山林里才对。我们把它种在这里吧，选个最好的地方。成。少白，它太小了，会不会被野猪踩到啊？我觉得不太会，但我觉得会。唉，行吧，老婆都说话了，我还能怎么着？我给她画个护阵。之前那爆炸把我带的存货全毁了，这深山老林没朱砂没黄纸，我拿什么画？
拿数理画呀，你平常画符不也是拿数理画？你自己说的朱砂没用，有用的是住进去的数理，难不成你骗我？符者，数理之形也。符箓只是固化数理的容器。运清，我有个新想法，你看着点这苗。成。你竟然直接把符文拍在空中，这比画在黄纸上强出数倍不止。这就叫天才的领悟，阴阳引的法子让数理通透了。运清，大把手，我怕这新琢磨的玩意儿不稳，伤了这小家伙，用你的阴气调和一下。好，以我灵力引动天光，以我阴气温养其灵。他长大了。这是千年古树的树心髓，他把一身精华都留下来了。好霸道的灵气，你拿着，贴身放在中丹田处，让灵气滋养你。你经脉损毁，比我更需要温养。再者，我现在是魂体，长时间接触这等蕴含庞大生机的实体之物，只会加速耗损我的阴气。也对，那好吧，灵气充沛，是时候试试新招了。走着！速度太快，没刹住。你起飞前不看路的吗？世上本没有路，我为自己开路。孙太医那老贼虽然死了，但这事儿没完。这2日赶路，我也在想，事情不对劲。谢家这一连串的事，看似都是孙太医为了炼邪丹搞出来的，但经不起细琢磨。第一，桂花树被害，那是在我假死之后发生的事。孙太医要的是我的魂魄和肉身，他去毒害一棵树做什么？完全没有动机。顺着这条线往下捋，唐沈母子被人利用去毒害桂花树，随后被灭口。既然毒树不是孙太医干的，那灭口的自然也不是他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百花楼的老板。没错，孙太医亲口说过，我来谢家是个变数。既然他没料到你会来，那百花楼针对你的那个局，就绝对不可能是他设的。孙太医那个显眼包，恨不得把邪丹配方都背出来显摆。要是他做下的连环局，死前能忍住不吹嘘。我们一直以为孙太医是执棋的人，但其实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你说，那个几次3番出手帮我们的高人，有没有可能跟幕后黑手是同一个？你疯了！他救了我们，要不是他，我们早就死在孙太医手里了。我知道，可你想想孙太医，他之前不也是慈眉善目救死扶伤？谁能想到他皮囊底下是那么个恶鬼？万一那个高人也是演的，他先指点冲迷保住你的灵体，又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现身，获取我们绝对的信任。那他图啥？他修为那么高，弹指间就能让那邪术灰飞烟灭，想要什么直接抢就是了，何必绕这么大圈子？把我们把孙太医都耍得团团转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看戏吗？也是，实力差距太大，在他眼里我们就是蝼蚁。唉，为了蝼蚁岛这么一出戏，逻辑上说不通。唉，可能就是我想多了，或许就是2拨人，一波想害我们，一波不知为啥在帮我们。运清你怎么了？这是？我有新点子了，趁着还没出山，咱俩赶紧试试。你又想干嘛？自然还是画符。五行相生，木生火，若是将2种相生属性的符文强行揉碎，
重组。听起来很厉害，但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不同属性的树立在那么小的范围内冲突，所以才要试。你来帮我护法，感觉不对就赶紧用阴气给我降温。冰火入，稳住！给我融！去！这是什么威力？木火相生能融石，那水火相克呢？癸水丁火，给我合！去！我本来还想试试金火木3合1的，其他的怎么了？炸得更高，炸得更远？算了，那套组合拳能把我先送走。下次要是有开山开矿的活儿，我会记得介绍给你的。别急着走啊，媳妇儿，后面还有你的事儿呢。阴气制寒，能冻结万物，你别自己凝冰，直接用阴气包裹那块石头，冻透它，然后像甩鞭子一样砸出去。走。你这个方法还真有点意思。这威力是不是太好了点儿？我忽然想到，阴气还可以当绳子用。妙啊！织成无形罗网，用来布陷阱、抓人，绝对是阴人神器，快试试！收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既然能成网，为何不能成别的东西？我了个豆，这也能行？别乱动！我飞起来了！看吧，不会御剑飞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以后姐带你飞。好。云清，如果我的极刑加上你的托举，是不是可以搞个组合技？抓紧了！这都几天了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那采药人可是说了，山里有大虫，姑爷要是折在里面，夫人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我来晚了吗？等着急了吧？姑爷呀，您这是被大虫嚼碎了又吐出来了吗？少废话，东西拿到了，立刻回府。姑爷，马车备好了，您快上车。太慢了。你们随后跟上。我的个乖乖，姑爷怎么跑得比马还快？
再快点，云清，借我点力！凝神。你就不能慢点吗？这么着急干嘛？是不是爱上我的英姿了？强！下次可以早点说。谁家好人走路不看道啊？哎呀，别磨蹭了，快回家。娘，我拿到树心髓了。姑爷，您可回来了！夫人她病倒了。娘，夫人积郁成疾，惊怒攻心，已是油尽灯枯之兆。若天明之前高热不退，只怕……大夫，求求您了，再给想想办法呀！公子，治病不治命，老朽无能，你们按退热方子继续煮药，剩下的尽人事，听天命罢了。娘，撑住！喝了好几碗了，怎么就是不见好呢？高人教的功法，不行，我是纯阳之体，娘绝对承受不住。运清的阴气也没用，还能怎么办？舒心髓，舒心髓太猛，我怕娘虚不受补，我想用这片叶子。少白，我信你。玲珑，把这片树叶拿去，用清水煎一碗汤，别放任何东西，火要小，煎一盏茶的时间就行。奴婢这就去。少白，回来就好。娘，好担心啊。娘，我找到了救桂花树的法子，你安心睡，一切有我。明朝照旧，只用清水熬这片叶子，熬完拿来给我。咱们先出去吧，让娘安静休养一下。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老井水浇完了，下去歇着吧。少白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娘她……吉人自有天相，娘福大命大，咱们也运气好。不，这次真是多亏你，我哪里想得到用树叶救娘呢？不只是这次，这么多次都靠你了。少白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呢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哪里有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开玩笑的，你要打便打，给我个痛快。是，我们是夫妻，确实说不到什么报答不报答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但咱们俩大难临头，可是一起扛的。树心髓的灵气太强，得等娘彻底大好，再来救这棵树，不能再出岔子了。少白，如果我永远都回不到自己的身体里了，该怎么办？嗨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真回不去，那你就修尸解仙呗。尸解仙？我听师傅提过，人死了意识不散，就能修成尸解仙，也是仙嘛。修成了跟活人一样，逍遥自在，还能长生不老呢。好，那你教我
怎么修尸解仙。这个嘛，教你倒是没问题，总得有点报酬吧。